回去！哎，不要过来！桶里有油，油插桶。县主，公主的尸体被烧得过于严重。县主昏迷期间，太常寺已封存残骸于夏宫，待抓到真凶，查明真相后，再行入殓。圣旨到！有旨，上言佳节，天子眼前既有凶犯行此凶案谋害公主，责令大理寺与内业局速查此案，接旨。这案子我来查。县主，你与宁远公主素来交好，这件案子还是交予别人来查吧。我说了，这案子我来。那就有劳县主了。在场宾客、工人全部不许出宫，问清案发前后行踪，才可放还。是。要查出现在西南方，去对面的3座楼上找，附近出现的人着重盘问。是。县主，这位郎君就是在西南回廊被抓住的。要查飞过时，他就在附近。你是何人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见过不常县主。县主，此人如何处置？你用的什么熏香？家母所配，我也不知。你方才说自己叫什么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。令尊可是太子太傅萧文渊？是。宴席期间为何离席？身子不适，前去更衣。更衣需绕行那么远？久未入宫，一时迷了路。案发之时，你人在回廊，刚好经过。可看到了什么？看到药叉从空中飞过，还未看清，便被禁务卫拦下了。山藤纸、松叶墨、纸张焚烧，烧过什么？带下去，看好了。是。县主若想破案，不妨去寻石上火与木下清，挂中也乾坤。
装神弄鬼。带走。是。如意阁上有情况。果然，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这是固定药叉用的。为了装神弄鬼，还真是没少费功夫。蜡油、丝线。果然，原来就是这个将药叉风筝拽过来的。对面蜡烛燃尽，固定风筝的丝线崩断，这里的机关就立刻被触动。有人处心积虑，想要王生的命。若想要药叉在公主跳舞时升空，不光要知道宴会的流程、公主出场的时辰，而且还要提前布置好装置，并且在适当的时间点燃蜡烛。凶手必定能在宫中自由走动。屋顶上的蜡油差不多半个时辰就能烧完。事发时，宴会进行了约3刻，所以说，凶手必须要在宴会开始前1刻左右就布置好装置，并点燃蜡烛。宴会开始时，我曾在那处阁楼中看到过太师城。从如意阁顶到县主所说的位置，就算是身手了得之人，也至少要2刻才能赶到。所以说，不会是那太史城。不是他。如意阁顶是时上火，这里也确实有木下金。那个太史城靠卜算算得这么准，他一定看到了什么。风筝着火冲向舞台，然后点燃宫灯。不，药叉着火是用来装神弄鬼的，舞台上的火才是用来杀人的。宫灯并非风筝引燃。是火药。这火药杂质极多，不像是官家配备，应该是私造的。所以，点燃舞台的时间也是提前计算好的。可宫灯分布在舞台四周，如何同时引燃呢？县主，刚才那位被带走的太史臣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他说可以助县主破案。县主破案还用得着他帮忙吗？我替县主看看，他要耍什么花样。宫灯是在舞台下方被引燃的。凶手在舞台上的每盏宫灯下方都引出一个碾子，将碾子聚拢，在风筝升空前就计算好了时间引燃这些碾子，随后宫灯爆炸。凶手对时间的把握还真是精准。里面都是石板地面，只可能在暗门外的土地上留下些。老大，我错了，我再去找找。不用去了，他们一直在附近搜查，血印早被踩乱了。
那我找人把这半枚邪烟踏下来。我懂了，这画中展示的就是暗门所在。县主，你看，这个太史城有点东西啊。走，一间一间搜。是。阿娘，县主，县主，县主，你没事吧？是让人置换的迷香。县主，是刘德义，死人了，县主杀人了。你是要替内业局断案，给县主定罪？闲杂人等一律回避。县主，我来吧。体纹未散，一刀毙命，刀口深且窄，应是匕首所致。这血颜色有些深了，应该已有半克左右。县主进来前，这人就死了。县主，你看。我进来时，凶手应该刚走。刘德义配合凶手在水桶上涂上桐油，回来后凶手把说好的报酬交给他。接着，刘德义毫无防备地往外走，被凶手从背后抹了脖子。之后我走进仓库查看，凶手从后窗翻出，将前门锁住，并布下密言。动作够快的，案发1个时辰不到就把帮凶灭了口。我去追。不必追了，此人谨慎利落，帝释早就计划好了路线，半刻足够脱身。后宫一个小小的内室，不可能弄到那么多桐油。我去查。县主，你没事吧？死不了，我出去走走。你把尸体抬回内业局，查完以后，来晚生朱出州。是。我吓坏了，我那时才知道，他让我运送火药入宫的意图。我问他，是不是他做的？连公主都敢杀他，简直是疯了。可他居然对我说：“这么死了是便宜的。”所以你本有机会阻止这一切，可是你什么都没做，是吗？我不敢，被欺负的太久了。
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反抗。你装作一副受害的模样与我作戏，但你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助纣为虐。你很清楚那些火药能埋掉一条人命，只要这个人不是你自己，不是你阿爷阿娘，是谁都无妨，是吗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要我替公主去死吗？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我阿爷阿娘受制于人吗？你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气，你贵为县主，得圣上和淑妃的宠爱，你自然不会受制于人。你无父无母，你也不会知道，阿爷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休得无礼！忘恩负义，晚上救错了人。随你怎么说，我忘恩负义，助纣为虐，只要我没有死在崔曼书手，你将我绑了去，送刑部押天牢，斩我3番5次我都认了，用不着那么麻烦。请你冷静。崔曼书为何会去延寿坊？不知道，我只负责租赁寨子，我没去过。光靠你一个人运起来的火药，根本无法在宴席上杀害公主。你另有同谋，他是谁？崔曼书不会让他知道的。县主，我对不起十五公主，此事请责怨我一人，莫牵连我爹娘。县主，王赵2位小娘突然呕血不止。去赵乐顺那，喂下药丸，点4右手烧伤，中冲，挤压放血，快！是。来不及了。酱汁有毒，是生川巫毒。8天封了，接触过这些吃食的人全部带走。是。县主方才和王三娘一同吃了这些饭菜。县主并没有吃切块，县主的杯盏很干净，并没有计算酱汁。我没碰这道菜。县主，王家小娘迟迟未归，王夫人寻到楼下了。麻烦。进去这么久了还不出来呀？这可怎么办呀？进去看看，进去看看。不能所有人都被拖住，你先带人追查下毒之人，从后门走，快！是。你也要走？不走难道留在这里被他们纠缠？3位闺女在此暴毙，不能不管。你想留在此处应对？与其在这儿做无谓纠缠，不如抓紧时间追凶。听盘刺耳边风铃如泪，看真相沙发或卷，盘旋蓦然变醉，数几篇，阁下有何高见？
你找到我了。仗义为奸，穿透眉眼，星月划破夜，终有晴天。火烧宫宴，假死脱身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当时你不只是在安慰我，也是在同我道别。我做好了计划，凌宁替我布置了一切。那场计划天衣无缝，是一场比上元夜宴更加精彩的表演。进入密道前，我将提前准备好的骨头和金串丢在了舞台上，制造葬身火海的假象。我换上了凌宁准备的衣服和游靴，去出口与他会合。冲啊！快，走，走吧。我沿着清明渠奔跑着，每远离皇宫一步，我就觉得离幸福更近了一步。往后这世间，便再也没有15公主。我将和她一同远离这囚笼般的高墙，四海遨游。我从未如此的期盼过，直到我推开了那宅院的大门。这就是你给自己准备的喜服啊！绣工是不错，就是布料太差。既然是喜服，砸锅卖铁也要买点好料子啊！过来帮我整整衣裳，你这喜服有点小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那应该谁在这儿？凌宁吗？不愧是公主。竟然为了与人私奔，不惜谋划假死，这勇气还真是常人所不能比。凌宁呢？你说，这样一幅绣作呈给圣上，圣上该如何作想呢？纯儿，给你爹烧纸，愿老天开眼，保佑你爹沉冤得雪，魂归故里。嫂子，福海来了。啊，娘，福海来了。纯儿，你先进去吧。哦，大娘，我来给匡国
烧烛香。好。匡国哥，你若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老太太和嫂子长命百岁，保佑垂儿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纯儿没事吧？代公报样，不见外客，请回吧。我有急事，都闪开。卑职李治，拜见代公。程烨，你回来了。起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等等。程烨啊，晒黑了，也壮实了。看来送你出去锻炼一下是对的。多谢大人垂爱。这些年，我历任汴州判佐、并州法曹，虽无建功立业，但也跟随几位前辈经历了些事，见了些人，深知人心叵测，仕途艰难。此前我在长安少不经事，给您和家里都添了不少麻烦，卑职心中时常会心怀愧疚。漂亮话就免了吧。你知道这次把你调回来，所谓何事吗？听说前几日有5户人家诈了尸。死前都是当兵的，当时都因为通敌叛国被当场处决，如今诈尸，惹得街头坊间人心惶惶，议论纷纷。刑部和监察院都不想接手这个烫手山芋。我如今抱病在床，也只好把你临时调回来，组织人手，独立办案。可大理寺高手如云，您为何会选我？此事牵扯到兵部，稍有不慎，粉身碎骨。你在朝中没派系，又算是皇亲国戚，纵观朝野，没人比你更合适办理此案。可是卑职身边只有一个跑腿的。你需要的人，我都写在这里面，能不能为你所用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
怎么每次都这样？就不能大大方方的走正门吗？呀，胖子，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为谁笑得人憔悴啊？哼哼，反正不是为了你，你要找我爹啊！我爹在西厢呢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打扰本小姐写字啊！我不是来找你爹的，我这次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想代公之所以选你，是因为你的博闻强记。你自有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你爹在刑部当侍郎的那几年里，你看过了几乎所有的刑部卷宗。那又怎么样？省得我要亲自去看了。切，真笨。切。哎，买肉了。他用的刀怎么跟其他屠夫不一样啊？他用的是双刃柳叶刀，只有2种职业的人会用这种刀：商医、仵作。请问，你要哪部分的肉？肋排3两，脆骨3两，里脊3两，必须要骨肉分离。这刀法就算庖丁在世，也不过如此了吧？谭双叶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谭家从前朝开始9代仵作，既以精湛名震朝野。你爹被卷入谋反案，发配充军，你沦为屠夫，终生不得入朝当差。我说的可是事实。来者何人？我姓李，名志，字承业。这位副姓上官名子苏，我们是大理寺官差，想请你出山，担当仵作。这一天我已经等了一辈子，终于等到了，你们终于来找我了。老大，我找着他了，在哪儿？反舍。老大，这位是谭双叶。上官子苏姑娘，你好。我老大走提起你。是吗？萨摩多罗。你想死？四娘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错哪儿了？错在我不该拖欠房租。继续。我不该偷吃客人盘里的菜，让客人发现。一盆鱼头豆腐从厨房到饭桌一共30步，你给人吃的只剩下2块豆腐，连汤都不剩，你倒是给人留1块鱼骨头啊！我那不是怕把客人给扎着吗？就是他，对，就是他。知错就好，好好反省吧啊！哎，四娘，别走啊！救命啊！啊！还好接住了。多谢官爷救命之恩。小人复姓萨摩，名多罗。你是西域人？没错，小人祖籍迦兰，来长安有段时间了。各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哎，客官到，客官到！来，客官里边请，我给你们倒茶去。四娘，他不是冲咱们来的吗？抓也抓不到咱呢，我们都从良了。再说了，他们现在抓人也得有点证据吧？要是真逼急了，我弄死他！我。茶来喽！各位大官人，请用茶。谢谢。
上官姑娘小心烫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姓氏？您穿的衣服面料特殊，长安城穿得起的人只有2、3家，这2、3家当中，适龄女眷都已经嫁人了，还能在街上随意走动的，似乎只有上官家的紫苏姑娘了。哼，消息倒是挺灵通，不过耳尖可不算什么本事。皇兄说的是。哼。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？半个月前，城西的皇室宗族办了一次100年庆，10里8乡皇室宗亲都去了，每个男丁都发了一根刻黄字的黄叶木发簪，以作纪念。我簪子呢？在这里。我一时好奇，就拔下来看看，不好意思啊。手还挺快，做贼没问题，干正事儿，哼，不行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更适合做个屠夫，而不是仵作。哎不，你这个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他裙角和鞋帮都泛着油光，腰间和颈部有勒痕，从位置判断应该是屠夫系的那种围裙。寻常屠夫虎口才有茧，而他食指外侧和拇指内侧有茧，只有常年使用柳叶刀的人才会在这种位置有茧。那就只剩下2种职业：商医、仵作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仵作，而非商医？你身上有防腐膏的味道，商医要防腐膏干嘛？这位妹妹姓谭吧？我跟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，非常敬佩他的技艺。眼力、见识、分析能力都还不错。那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之前作为顾问，为大理寺也断过不少案子，为什么会被驱逐呢？各位官人请慢用。你但说无妨，既往不咎。宣为大将军府侍妾，我在现场一时没忍住。谁知道那是大将军凯旋归来，皇上御赐的点心啊！笑什么？我一用脑子，肚子就特别饿。哎，本来还可以靠断案赚点外快贴补生计，打那以后，我一顿饱饭都没吃过。吃饱饭容易，只要你肯为我做事。对不起，请恕草民拒绝。为什么？他的官靴看外形和款式产自于汴州，他自称是大理寺的官员。可是他的腰扣是并州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从外省调来长安办案的。当下只有诈尸案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。事关兵部、三司都觉得是烫手山芋，想往外推。我一介草民干嘛往这种事情里扯啊？所以我还想多活2天。开个价吧。哎，钱我很喜欢，但我更想好好活着。500文，痛快。感谢各位官人的抬爱，小人笑纳喽。四肢僵硬，无体温，无心跳和脉搏，无生命体征。衣服料子不错，生命线挺长的嘛。你是仵作吗？啊，不是仵作，站一边去。对了，赵匡国突然出现，当时还有什么其他人吗？有李福海，他跟匡国是发小，他们俩呀是一起应征入伍的。他竟然活着回来了？他有没有讲赵匡国是怎么处决的事情？只是说被判了通敌叛国之罪。我夫君如此一个热血男儿，他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杀敌报国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事情吗？然而我们问李福海，他吞吞吐吐的。我们看他不愿意说，想必是军中的规矩，所以没好多问。那个李福海现在在哪？那天匡国诈尸的时候他也在，现在在家静养呢。谭正业，赵匡国死了多久了？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。这种情况，因为他无尸斑，也没有腐烂呢。那他是死是活？还不能确定是死尸，也不敢贸然解剖啊。哎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没有？完全没有。哎，还钱！既然如此，我们去找李福海吧。
看他那边有没有线索。好。哟，二位今天回来挺早的，楼上打扫好了，上楼休息啊。贵客2位上楼啦。你想干嘛？你觉不觉得这2个波斯人有点意思啊？你要是敢伸手，我就把你爪子剁了喂猪。干嘛？真把我当贼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招呼客人去。福海可怜呐，好好一个大活人，忽然受了惊吓，几天功夫就没了。老天爷真是不开眼呐！是啊。把棺材放下。我们是大理寺的，李夫人，尸体下葬前，我们要开棺验尸。开棺凭什么开棺？不行，不能开棺啊！不能让他开啊！开棺，不能开棺啊！不能开棺！夫人，不能开棺啊！夫人。这尸体有些蹊跷啊，怎么说？需要带回去解剖才知道。验尸！官人，万不可！听说验尸，让我如何下葬？官人，出去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给我想办法验尸吧！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知道没有？走，快走，出去！快走！把门插好了。这老爷呢？人呢？人呢？怎么样？没头绪。我之前看的都是刑部卷宗，战事档案应该都在兵部的卷宗里。兵部的卷宗可没那么容易找，要通过兵部侍郎度良元的首肯才行。喂，干嘛去？啊，要不你自己先去，我在这等你。把钱还我。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，我之前就是偷吃他们家的点心，挨的也是他们家的板子。进去吧，有事我担着。走。这度良元正是之前大胜突厥的宣威大将军，大捷之后清除边患，回京后官拜兵部侍郎，现在是朝中至上可热的红人。在下大理寺李治，求见杜侍郎。
杜十郎好武功，卑职心悦诚服。找我何事？直说。近日将士诈尸之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如今又死了一名将士，卑职认为其中必有隐情，应当与当年的战场旧事有关。还请杜侍郎允许我们查一下兵部的卷宗。事关民心，还请杜侍郎多加配合。好，稍后我便手书一封信，你们带去兵部，便可畅通无阻。多谢杜侍郎成全。主人，卵石已经烧热，随时可以汗蒸了。客官，您里面请。慢走啊！三号多罗来了。好，拿好。四娘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你瞎认什么错啊？不认错不被你活活打死。这2天你老不在店里，想忙啥？诈尸案找我帮忙，不许去。他们可以出很高的价钱啊。那也不许去。那我的房租不用交。我还有碗没有洗。不用洗。听好了，离当差的远点，不然的话，剁了你做肉包子。哼！没想到兵部的卷宗浩如烟海，如此难查。乙未年5月初9，处决左大望陵驻江司礼全兴赵匡国，罪名是通敌叛国，就地活埋。李福海的死因已查明，此人并非神思不属而亡，而是死于他伤。致命伤在这里。伤口并不明显，看上去像薄如蝉翼的软性兵刃所致。软性兵刃。杜侍郎当年赵匡国等人背叛通敌叛国，究竟有何隐情，能让堂堂兵部侍郎亲手杀人？李福海是死于薄如蝉翼的软性兵刃，这不正是您杜侍郎的独门兵刃吗？世上用软剑的人千万，为何死了人就要算在我的头上？若真是我干的，为什么要用软剑？好让别人知道，这人就是我杀的。无证据，没章法。难道你们大理寺就是这么办案的吗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将士当年没有死于敌人之手，难道现在要死在不明不白之人手上吗？当年我军扎营黄沙帐，我们的马匹突然中毒身亡。经查发现上游有一个波斯商队在水中下毒，他们此行的目的正是长安。
事关大唐之安危，我派兵前去交涉，想收缴毒药，驱逐商队。此时李福海来报，那赵匡国为了钱财，竟与波斯人勾结，试图毒杀我军将士。我当即下令截杀波斯商队，赵匡国等人通敌叛国，就地活埋，以振军威。而波斯商队负隅顽抗，我军将士死伤惨重。这就是你要的隐情。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兵部上下全都知道。想查，我们随时可以配合。看一看，看一看了啊！哎，走过路过别错过了啊！辟邪神器，大吉大利，财小人了啊！镇宅宝物，来，干什么呢，萨摩？啊？人家都在讨论诈尸冤情的事情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坑人呢？我借个风声卖个东西，要啥心情？随便你。现在人们都在传当年的杜将军，现在的兵部杜十郎，为了一己私利陷害赵匡国等将士，现在冤情重现，他们要杀人灭口啊！哎，大哥看看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开我光呢，开我光呢！哎，你这可是我的镇摊之宝，价钱好商量。哪来的？问你呢，哪儿来的？求我呀！哎，我就哪来的？这个从2个波斯毛贼那儿弄来的。普通人走路双臂微晃，以保持身体平衡，而那2人脚尖微颠，身形僵硬，这是常年走夜路形成的习惯。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们形迹可疑。那天趁他们出门，我潜入房间四处搜了一遍，发现了这个小瓶子，味道刺鼻，必有剧毒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喂，二位回来了，我再帮你们打扫房间。不用了，不用，早点休息啊。这枚戒指还没来得及摘。看我干嘛？纯属意外，这个不算是我偷的。原来你在这儿，我找了你半天。怎么了？我本来打算将茶叶的尸体下葬，却在伤口处发现了一丝乌青。这是一种罕见的毒药，药性缓慢，不易被发现。死者应该是先中毒，刀是后来补的。此人如此精心布局，难道就是为了嫁祸给度良源？哼，终于反应过来了。难道是波斯人回来复仇？度良源因为波斯人私藏毒药而屠杀了整个商队，有幸逃脱的人很有可能回来复仇。他们用软刃来嫁祸度良源，又通过士兵诈尸来造成度良源杀害下属的假象，最后再杀了度良源，使之看起来像畏罪自杀。多么完美的复仇计划！三炮，你赶紧通知杜侍郎，最近一定要严加防范，万事留心。好。所以现在只要证明2个波斯人手中的毒药跟死者身上的一致，我们就证据确凿了。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尽速回避。畏罪自杀，这么快就结案了。一切终于是尘埃落定了。双叶也查出来了，那几个诈尸的人其实是中了一种特殊的迷药，是由闹阳花、草乌、川乌、乳香、没药等磨成极细的粉末，再加上热酒调服，可以把人的生命体征降到最低。想来是从屠杀中逃脱的波斯人，把这些活埋的将士救起来，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逃回中原，假装诈尸还魂的假象。把这个呈词送到将军那里，这个案子就算结了。好嘞。如果每次结案都是这种规格的话，我不介意帮你多破几个案。哎，你可别把功劳说的跟你一个人似的。我错了，紫苏姑娘，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还不行吗？
以后呢，功劳都归你们，吃的归我。不好了，度量员暴毙了！啊？什么？跟之前死的那2个人一样，中的是一种毒，只是剂量增加了很多倍。把人给我带回去，我要好好的查验查验。什么？带回去？不可呀！我家主人那可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呀，你们不能对他的尸身这般糟蹋呀！罢了。近日可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？有，确有一事。昨日我家后院厨房曾被人闯入过，当时就把厨房里边的米面蔬菜全都给扔掉了，怕的是有人再投毒，与我家主人不利呀。如果只是在食物当中投毒的话，应该大家都有事，不可能死的只有度量员一个人。老伯，能不能带我去厨房看看？啊，好。杜侍郎，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？杜侍郎，你标兵千古，功在千秋啊！孙志伟打人闹了，你这一去，不好意思，让朝廷怎么办？皇上怎么办啊？装活人简单，装死人也容易。装不活不死的人就难了。嗯，等等，你知道人身上哪部分最柔软吗？哪里？眼睛。可是他闭着眼呢。哦。终于肯醒了。你们这些混蛋是怎么知道的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寻常武夫只在拇指戴扳指，而你却在小指戴戒指，想必是在戒帽中藏有毒药。我翻看你右手时感觉很轻，都说醉汉死沉，那是因为人在神志不清时无法控制肌肉，手轻就意味着你当时神志清醒。我没有马上戳穿你，是想搞清楚你真正的动机。而且，你那枚戒指与波斯人同款，你穿的衣裳虽是大唐款式，面料却产自波斯。把这几条线索联系起来，再加上你之前密会波斯人被杜侍郎活埋之时，真相就在眼前了。你先服毒，造成假死之效，药劲过后就出去作案。我们第一次来时，你刚杀了李福海，随后你又潜入杜侍郎府的厨房，故意翻得一片狼藉，造成想在食物中投毒的假象。但你真正的目的是在卵石上下毒。你曾在杜侍郎帐下知道他练武之后有汗蒸的习惯。汗蒸之时，全身毛孔预热打开，卵石上的毒液蒸腾为气体，就进入了杜侍郎的体内。我还用这块手绢擦过杜侍郎的身体，回来查验，果然含有剧毒，证明这就是你杀害杜侍郎的方式。樊舍的那2个波斯人，你们也早就串通好了吧？没错。当日我们被活埋，还有一息尚存，就是他们救了我们。当时我心里就想，
一定要回来找度量元报仇。当年明明是你贪恋财富，通敌叛国，你有什么可复仇的？贪恋财富的是度量元才对。有一支波斯商队在我们营地附近经过，度量元准备觊觎他们的财，就准备将之截杀。可事出无名，只得下毒毒死自己的几匹军马。栽赃是波斯人所为，要我们前去暗杀细节。波斯人毒杀我战马，截杀波斯商队。是。军令不可违。我心下不忍，告知了真相，让波斯商队把财宝都留给度量元，尽速逃命。没想到我们却被误以为与波斯人合谋，当场被擒。我们几个人有口难辩，又是唯独几个知道毒杀战马的人。度量元当借此机会给我们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将我们活埋。度量元丧心病狂，对波斯商队大肆杀戮。是两个逃走的波斯人，冒死将我们救下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开始密谋这个复仇计划。你的境遇，我深表同情，但法大过天。拿下！是。闪开！微臣代奏，愿陛下龙体圣安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别演了，再演下去，你信不信朕治你个欺君之罪啊？陛下圣明。对了，案子破了吗？有关人犯都认罪伏法了。那小子的伤势如何？伤势无大碍，休息一阵，就能启程回汴州了。还是让他留下吧。这次他破案有功，朕让他接任大理寺少卿。微臣替李治谢主隆恩。再怎么说，也是建成的亲生血脉。派个人好生看着他，干得好，加官进爵；有一心，斩草除根。臣遵旨。